老夫妻投胎转世，竟然命运天差地别，一个富贵双全，另一个却贫苦一生。你是否也曾以为，生前劝人行善，就能在来世得到极大的福报？是不是觉得，只要常念佛法，传递几句善言，就能轻松获得福报？佛教的教义早已警示过，一切唯心造，行胜于言。真正的福报究竟是由什么决定的？在阴暗寂静的阎罗殿前，两位老人魂魄相对而立，显得茫然又困惑。他们身着古朴的衣衫，面容慈祥。他们是生前恩爱了50年的老夫妻，陈守诚和林善心。谁也没想到，今生的分别竟然会在这阴间的殿堂上，以这样一种沉重的方式上演。50年，彼此扶持，彼此温暖，彼此依靠，这份相知相守的深情，如今却站在了阎王爷面前，等待着神秘的审判。这一天，阎罗殿内并没有往常的嘈杂声，阴风呼啸，空气中弥漫着一股沉重的气息。陈守诚愣愣地站着，心中充满了疑惑与不解。他望向林善心，见妻子一脸平静，仿佛早已察觉了些什么。他的目光温柔如水，依然如生前般满是慈爱和宁静。那一刻，陈守诚有些恍若梦中，但他知道妻子眼中不言而喻的坚韧，正是这无言的力量支撑着他们站在阎王爷面前。阎王爷翻开那本生死簿，眉头微皱，目光扫过两人，嘴角轻轻扬起一抹不易察觉的冷笑。他缓缓抬起头，开口说道：“陈守诚，林善心，今天我要为你们定下未来的命运。”陈守诚微微一惊，立刻低头沉默了。林善心的眼神清澈，却在这一刻微微一闪，他的心似乎早已明白了些什么。阎王爷轻叹一声，将生死簿合上，沉声道：“你们这一生所作所为，有很多细节是需要仔细审视的。你们的来世福报天差地别，为何？”陈守诚急忙抬头，语气带着一丝不自觉的焦虑。他深知自己生前尽力劝导乡亲们行善积德，纵使生活贫困，却时常以言辞劝慰他人，教化村里的人向善。而林善心则常年行善助人，默默奉献，从未求过回报。可为什么他和妻子生前那样的情深意切，今生却要受到如此不公平的命运？阎王爷的目光落在陈守诚身上，稍微停顿了一下，他叹道：“陈守诚，你的福报注定不足，来世难有大富大贵。你口口声声叫人行善，却未曾亲身付诸实践。你只是通过言语来劝导他人，却从未真正做出实际的行动。你信佛，讲因果，终究只是空口讲，真正的功德却寥寥无几。”这话如同一道雷霆劈在了陈守诚的心头，他的脑袋瞬间一片空白，似乎根本无法理解眼前这一切。生前他认为自己无愧于心，自己通过嘴巴传扬佛法，劝人积德，岂料这一切竟然如此脆弱，竟然仅仅因为自己没有做出具体的行动而被否定。他呆愣愣地站在那里，仿佛整个世界都在他的眼前崩塌。林善心则微微低下了头，他知道陈守诚的失落和震惊无法用言语安慰，她轻轻地握住丈夫的手，给了他一个微弱的安慰。她的眼中似乎早已看透了这一切，然而她却依然选择沉默，默默地陪伴着他。阎王爷继续说道：“而你，林善心，生前虽然不显山不露水，但却默默行善，积德无数。你帮助村中贫困的老人，捐出积蓄资助贫病的孩子，甚至在别人家中遭遇灾难时，你总会不声不响地伸出援手。你虽言辞寡淡，却从不求回报，凭此来世你必定会投胎为富贵人家的千金，福寿双全。”听到阎王爷的话，林善心微微一愣，随即低下头，轻轻叹息道：“大人，我不过是做了些自己力所能及的小事，何能得到如此的福报呢？”阎王爷微微一笑：“善行不在大小，贵在坚持。你的一生
从不声张，点滴之善已积成了巨大的功德。而你的心，正如佛法所说，不为人知，心安理得，这正是最难得的品质。听到这话，陈守诚心中一阵复杂的波动。林善心一生行善，甚至从未图过任何回报，甚至生前常常安慰自己，做了好事就是值得的。而他自己却常常高谈阔论，口口声声劝导别人向善，却鲜少付诸行动。他曾经自信满满，认为自己劝导他人做了大好事，岂料今天却被这份言辞的虚空所打破了。阎王爷的声音变得低沉而坚定，你们的命运已由你们的行为所决定。林善心，你来世将福运连连，而陈守诚，若你来世不醒悟，恐怕你将生活贫困，但却有机会通过实际行动积累你真正的功德。这一番话将陈守诚从沉思中拉了出来，他猛地抬头看向阎王爷，眼中满是不解与愤怒。大人，我信佛，讲因果，我劝人行善，怎么就没有功德？阎王爷的目光变得锐利如刀，他看着陈守诚，缓缓道：信佛与口讲因果并不能改变命运，佛法讲究的是行与信合一，口说千遍不如亲身行一次。你一生讲因果轮回，讲布施功德，但你却未曾真心付诸行动。看那望乡台上，多少魂魄生前如你一样，口口声声劝导别人行善，却从未亲自去做，口中劝善，却不行动，最终空空如也。陈守诚顺着阎王爷的目光看去，只见望乡台上站满了无数痛苦的魂魄，他们的目光暗淡，神情中充满了悔恨，他们的面容熟悉，仿佛就在自己身边的人，有的曾是能言善辩的文人，有的曾是大商贾，曾在世间拥有无数财富与权势，但在这里，他们却都显得如此落魄，眼中充满了对自己生前的懊悔和不甘。阎王爷继续说道：佛陀曾言，口中精进，心中尚未觉悟，终难得道。你一生虽然能言善辩，但心中从未真正领悟佛法的精髓。你若能觉悟，未来的命运将有改变。陈守诚终于低下了头，羞愧涌上心头。我明白了，他低声说道，声音中满是自责与懊悔。阎王爷看着陈守诚，点了点头，语气缓和了些：知错能改，善莫大焉。你能在此时觉悟，便是最好的开始。来世你将重生为一农家之子，生活贫困，但你有机会通过自己的行动积累功德。若你能在困境中伸出援手，或许有一天命运会改变。听到这些，林善心轻轻地叹了口气：大人，能否让我们投胎到同一个地方？我愿意照顾他。阎王爷摇了摇头：因果有定，缘分已尽，你们今生的缘分已了，来世各自修行。不过也许有缘时，你们仍可再见。林善心没有再说话，他明白这就是命运的安排。他转过头望着陈守诚，眼中满是温柔和信任。老伴，无论来世如何，我相信你一定能改变。阎王爷起身，递给两人一杯孟婆汤，饮下此汤，忘却前尘，重新投胎。记住今日的教训，行胜于言，实践重于空谈。两人接过汤水，深深地对视了一眼，眼神中有着不舍，也有着期待。陈守诚轻声说道：善心，来世若有缘，我定会用实际行动来证明自己。林善心微笑点头：我相信你能够做到。两人饮下孟婆汤，魂魄缓缓化作两道光芒，分别向人间飞去。30年后的杭州，天空湛蓝，风轻云淡，阳光洒在繁华的街道上，映照着熙熙攘攘的人群。林月，一个生于富贵人家的小姐，正闲庭信步地穿行在熙攘的市场上。她身着淡蓝色的锦衣，裙摆在微风中轻轻摇曳，面容如玉，气质温婉优雅。然而今天的她与往常不同，眼中带着一丝深思与不安。
仿佛有什么事情让他不安于心。正当他欣赏街头摊贩的物品时，突然一声马车疾驰的声音打破了周围的宁静。他猛地回头，看到一辆失控的马车朝着自己疾驰而来，车轮压过石板路的声音越来越近，眼看即将撞到他。林月没有来得及反应，身体僵硬地站在原地，心跳如鼓，眼前一片模糊。然而就在这千钧一发之际，一只强有力的手抓住了他的胳膊，将他迅速拉开。马车从他身边擦过，带起一阵风，几乎让他摔倒在地。你没事吧？一个清亮的声音响起。林月感觉自己被一个温暖的怀抱托住，稳稳地站住。他抬起头，眼前是一位面容英俊的年轻书生。他的衣衫虽然破旧，但气质非凡，眼神清澈如水，带着一种从容不迫的力量。林月愣了愣，心中充满了感激和奇怪的感觉，仿佛这个男人不知为何与自己有着某种莫名的联系。多谢你救了我。他声音微颤，心中的惊魂未定尚未完全平复。举手之劳，不值一提。书生微微一笑，神色淡然，但目光中闪烁着一抹温暖。小姐请保重，我只是做了该做的事。林月感觉到一种从未有过的安心，这种感觉让他有些不知所措。他紧紧盯着眼前这位陌生的书生，仿佛有一种深深的吸引力，仿佛在他身上看到了某种熟悉的东西。请问，林月犹豫了一下，轻声问道，你叫什么名字？书生淡淡一笑，在下陈明，寒门学子，靠抄写书籍为生。小姐无需多谢，命运自有安排。说罢，他便转身欲走。林月却愣在了原地，心中涌起一股莫名的情感。他下意识地开口道，请等一等，您若不嫌弃，是否愿意到我家中做客？若不是您及时相救，我恐怕已经……陈明停下脚步，转身看向林月，眼中闪过一丝惊讶，但很快又恢复了平静。他的目光深邃，看不清其内心的波动。小姐厚意，恕在下不能接受。身为寒门学子，何敢高攀？林月不以为意，继续微笑道，您救了我的命，这份恩情我必定要报答，请您不要推辞。在他的坚持下，陈明终于点了点头，答应了跟他回家。林月心中一阵轻松，带着几分愉悦的心情，带着这位陌生的书生走向了自己的府邸。林家是杭州城内有名的富贵人家，气派的院落，精美的装饰，每一处都透着主人的财富与身份。然而今天林月的心情却不同于往日的轻松愉悦。他坐在大厅里，看着陈明端坐在对面，心中不断地思索着他的一举一动。陈明自始至终保持着一份沉静和谦和，言谈间虽然极为客气，但却始终如水般冷静。林月不禁好奇，究竟是什么样的经历，能让这个年轻书生拥有如此独特的气质？他试探性地问，陈明公子，您从哪里来？为何会在这里？陈明放下手中的茶杯，轻声说道，在下来自寒门之家，家境贫寒，母亲早逝，父亲为商，家中并无太多积蓄，我自幼便靠为人抄写书籍为生。如今虽然没有富贵，但求一心向学，做个安稳之人。林月听后心中一震，似乎在他的眼中看到了某种深沉的东西。他若有所思，突然有一种强烈的感觉，仿佛自己认识他很久，仿佛与他有着不解的缘分。他微微低头，心跳不由得加速，却不知该如何开口。这时林月的父亲林老爷走了进来，打破了房间中的沉默。林老爷是一个精明的商人，但眼光十分独到，他对陈明的品行颇为欣赏，决定资助他一番，帮助他应试科举。陈明公子，听说你是寒门学子，若无资助，恐难以出头。今日你来我家，我便为你提供一些资助。林老爷热情地说道。陈明微微一愣，随即低头道，林老爷的好意我心领了，但若没有真才实学，
怎敢接受您的资助？林老爷拍了拍陈明的肩膀，你能救我女儿一命，这份恩情我铭记于心。你若真能有所成就，便是我家门楣的光荣。陈明不再推辞，心中虽然有些动容，但仍旧低调谦和地回应着。他感谢林老爷的好意，但心中对未来并没有太多奢望。3年后，陈明在林老爷的帮助下，顺利参加了科举，并凭借自己不懈的努力，终于高中状元。身着官袍的他步入了朝廷，成为了国家的一名重要官员。这个曾经贫困潦倒的年轻书生，终于改变了自己的命运。然而，命运的安排似乎远不止于此。婚后的某日，陈明和林月一同前往寺庙，参拜一位正在讲经的老僧。老僧忽然停下手中的念珠，看向二人，微笑道：前世因缘，今生聚首。一个因善行的福报，一个因醒悟的重生。言传不如身教，行胜于言，此乃天道。陈明和林月闻言，心中一震。陈明沉思片刻，低声道：我总感觉与你前世便相识，今生聚首，命中注定。林月微笑道：若真如此，那我们更应珍惜今生，珍惜这段缘分，以实际行动证明自己的心意。陈明点头，眼中闪过一丝坚定。自此，夫妻二人更加注重实际行动，乐善好施，帮助无数贫困之人。无论是救济困苦的商贩，还是扶助失业的父老，陈明和林月都以实际行动帮助他人，成了社会中的一对楷模。他们的故事渐渐在民间广为流传，成为了行胜于言的典范。而这一切，阎王爷也在阴间默默看着。看到陈明与林月的变化，他满意的点了点头，满意的在生死簿上画下了一个圆满的句号。在冥冥之中，命运并未抛弃陈守成和林善心的灵魂，他们通过自己的觉悟和努力，最终得到了应有的福报。如果你喜欢佛学内容，记得点击关注和订阅，不错过每一次深刻的分享和启发。让我们一起探索佛法的智慧。